洪武9年，朱元璋刚刚为自己的四皇子朱棣办完婚事，这门亲事实在令他欢喜。爱子与大功臣徐达的长女成亲，朱元璋的心情十分愉悦。此时的大明王朝正处在欣欣向荣的上升期，春风得意的朱元璋心情突然不好了。正在他自认为一片太平盛世之时，天降异象，古人谓之心变。古人认为天上星象有变，可能给国家带来灾祸，于是朱元璋下诏，要天下人士勇于上书朝廷，提出各种批评建议，改善朝廷在治国中的不当之处。原本这种政治举措多讲究一个过场，但偏有一些头铁的官员借机提一些让皇帝龙颜大怒的批评。有一位叫叶伯驹的小官上书，批评朱元璋给儿子分封藩王的决策，让他火冒三丈。读完这份上书后，朱元璋大怒，这小子居然胆敢离间我跟我儿子的感情，赶紧把他给我抓来。然而此时的朱元璋不会想到，他苦心经营的封王制度在日后会给他自己创立的大明江山带来巨大的灾难。首先，朱元璋第一个想不到的是，他死后四子朱棣对他的孙子朱允炆发起了靖难之意，把自己家的天下给篡了。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场篡位叛乱中，自己曾坚持分封的其他藩王居然多持观望态度，这让朱元璋一生为之奋斗的大家庭亲密无间的政治理想被冰冷的现实击碎。朱棣成功篡位后，考虑到自己得国不正的现实和对其他藩王的忌惮，又对他们采取放养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明代藩王的堕落。更加糟糕的是，算术不精的朱元璋忽视了自己后代的增长速度，想不到朱姓子孙居然能几十万人之多，若算上这些人的家眷，人头数达到了100万之巨。这些被朱元璋养起来的宗室藩王耗尽了天下半数钱粮。到了明朝末年，这些100年来被养得肥头大耳的宗室藩王的下场又如何呢？崇祯14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对待洛阳福王朱常洵，李自成是这样处置的：痛打40大板后斩首示众，随后将朱常洵的肉和鹿肉混合，扔进油锅里煮了。这道菜李自成特意赐名福禄宴。不过这个故事只是民间传说，真实性存疑。但这个传说起码证明了2件事：一是朱姓皇族在明朝末年的确下场惨烈；二是民间对明朝宗室的不满已经到了恨不得生啖其肉的地步。福王的遭遇只是明末100万皇族的缩影。明末各路起义军对待明皇族，无一不是彻底而坚决的诛杀。普通民众虽饱受战争之苦，对于朱姓王爷们的结局却无一不拍手称快。大明皇族与普通民众走到如此对立局面，究其原因，绝对是朱元璋一手造就。平民出生的朱元璋对吃不上饭这件事有深入骨髓的恐惧，为了不让后代再挨饿，他用老农民式的朴实劲儿为子孙们安排好一切。明朝开国后，功臣还没封，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哪怕他最小的儿子当时才1岁。朱元璋还规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担，皇族及子孙不必从事任何社会劳动，也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皇族孩子长到10岁就可以领高薪，皇族的婚丧嫁娶全都由朝廷买单。明代的1担大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60斤左右，也就是说，明朝的亲王每年可以领160万斤大米，这还不包括由朝廷提供的宫殿、仪仗、王府官员等额外补贴。这个生育刺激政策可比现代国家强多了。大明宗室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热情空前高涨。明末沈氏农书里曾说，明代的长工家庭每年吃米5担5斗，仅一个亲王的年薪就能养活近2000个长工家庭。不怪明人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后远过前代矣。有人曾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古代如何防止宗室子弟过多而导致养不起的情况？有人列举了中国历朝的宗室政策，位列高手组的汉朝和清朝，绝招是六亲不认，现在你是我的宗室，下一秒就不是了。菜鸡组的宋朝，活着的宗室都凑不齐一桌麻将，就不提养不养得起的问题了。躺平组的元朝，反正地盘够大，把宗室随便扔过去，自生自灭。而明朝则表示，什么叫养不起？说一件奇葩事：山西的庆城王朱忠义生下第94子后，再次打破朱氏宗族的生育记录，儿孙太多，
朱忠义竟然搞不清楚具体数量，为此上报朝廷，请求协助统计。最后统计，朱忠义有孙163人，曾孙510人。不过，明朝皇族爱生孩子，也是因为没别的事儿可做。朱元璋规定，凡是自己的子孙，不用也不得从事任何职业，哪怕没官做，也要在家吃俸禄。朱棣当政后，大明皇帝们又想尽一切办法限制藩王权力，就连出城游玩也要给朝廷打报告。物质充裕、无所事事又出不了门的朱姓王爷们，可不就使劲在家造孩子了？历史学教授安介生认为，如果将宗室的家人也统计在内，明末的皇族人口接近100万。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幸福的朱氏子弟不断刷新生育记录。这也就意味着明朝老百姓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俸禄，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嘉靖年间，河南有宗室6890余人，占据全省一半的土地，而这些土地上的产出完全不用交税。换句话说，本就占用土地不多的农民要负担一个省的税额，哪怕是丰收的年份，全家也吃不上饱饭。在皇族持续的人口膨胀和圈地扩张中，明朝的地方官们惊恐地发现，光是供养当地宗室，地方财政已经收不抵支，濒临崩溃。还是以河南为例，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担，但当时仅河南皇族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担。举全国之力供一家一姓吸血，这就是大明王朝的财政制度。以开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就番洛阳，他拿了2万顷封地还不够，还要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福王还向朝廷讨要盐引，任意抬高盐价，以致底层百姓常年买不起盐。不光是盐引，山林、矿产等最赚钱的行业，也都被朱氏子弟们垄断。皇族们仿佛吞金兽，只进不出。明中期开始，历代皇帝只能不断加重赋税，将宗室费用进一步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有的农民甚至要卖儿育女、卖妻卖房来供养皇族。即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们仍不满意，甚至发展成地方恶霸，强抢民女、杀人劫财、殴打地方官、干涉地方政务，简直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享受着特权与财富的朱氏子弟，丝毫不在意深重民怨，仍沉浸在酒池肉林之中，作威作福。当时的明王朝不是没想过自救，毕竟有的地方实在养不起这些宗室了，甚至有的地方干脆耍无赖，拖欠起了该给宗室的禄米。明神宗万历年间，明廷面对宗室这种情况，开始了改革，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科举，可以走上仕途，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以此来自己解决生计问题。但明廷的这些改革很明显是姗姗来迟了。明朝的宗室成员历经200多年的娇生惯养，大多已在骨子里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可以说是时代的气儿。自明廷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科举以后，至明朝灭亡，宗室成员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者可谓是寥寥无几，而这也意味着明朝藩王制度的彻底失败。到了崇祯时期，崇祯帝面对明廷财政状况的窘境，宁可让军队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肯从肥头大耳的宗室手中抠一点米面出来。而这些宗室享受着朝廷的供养，却对朝廷的危局视而不见，最终却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72家起义军纵横大地，朱元璋的子孙们的好日子要结束了。崇祯13年12月，李自成攻克河南永宁，万安王被公开处死。次年2月，张献忠攻克襄阳，杀襄王于南城楼。崇祯16年5月，张献忠俘获楚王，将其陈胡，火烧王府。12月，李自成军攻入平阳，西河王一家300余人遇难。次年3月，李自成攻克大同，代王等4000多名宗室成员被诛杀。据统计，仅在山西一地，李自成就杀掉朱姓子孙1万多人，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大明皇族近100万人，最后被团灭，究其原因，不得不归结到朱元璋身上。是他的溺爱，让明皇族200年间极尽享受，又极尽无能跋扈后，
迎来最为冷酷的政治清算，最终用生死族灭，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还债。